那么从这件事情呢，俄罗斯我想也应该再继续的接受教训，因为它的黑海舰队是乌克兰的眼中钉、肉中刺。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在俄罗斯海军节的时候啊，它是每个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啊，举行了海军节庆祝活动。当然，它的主会场在圣彼得堡。那么通常呢，在其他的几个舰队啊，就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部啊，弗拉迪斯托克这个。还有呢，就是像塞瓦斯托波尔港啊，这都是应该举行庆祝活动。但是就在这一天的上午，那么一架自制的无人机啊，把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啊给炸了一下。所以呢，这就使得它在这个黑海啊，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啊这个方向的这个庆祝活动就取消了。那么这件事呢，很蹊跷啊。就是俄罗斯指责是乌克兰制造了这起攻击的事件，那么这个乌克兰呢，这次却没有承认啊，说是我把他的这个黑海司令部的这个地点给炸了，没有。那现在没人承认，俄罗斯一方面呢是说啊，也就指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从逻辑上进行分析，就是会不会是俄罗斯拿一个无人机，比如说扔个这个炸弹，把自己炸一下，演个乌龙，然后指责乌克兰呢？看样子不会，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丢人的事情啊！你是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啊，那现在被人家的无人机给打了，你又没把人家无人机给打下来啊，自己挨了打，所以呢，制造这么一个事件呢，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不是俄罗斯制造的乌龙。那么我们再看。会不会是乌克兰啊，就是有意啊制造这么一起事件呢？这个可能性应该说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就是当俄罗斯庆祝它的海军节的时候啊，那现在离乌克兰最近的这个海军基地，或者是说这个舰队的所在地，就是黑海舰队所在地。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用无人机把他的司令部炸一下，那显示了乌克兰还有能力啊，就是突破你俄罗斯的防线啊。因为在俄罗斯看，这个就是克里米亚地区呢，它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地啊。那既然是你的领土，我都不能给它炸了；是你的舰队司令部，我都能把它炸了，那就说明我乌克兰的实力啊。就凭这一炸，那西方也应该多提供点武器装备吧。所以呢，这个显然对乌克兰是有利的。那么应该策划这样一起行动。那么这次呢，它是一个就是自己组装的无人机。所谓自己组装的无人机呢，就是它的性能并不太先进。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乌克兰呢，它有一些无人机，由美国给它提供的，比如弹簧刀啊。还有凤凰幽灵啊，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实际上呢，它有点巡航弹的意味。就是这架无人机起来之后呢，由地面操作人员在看，如果这个地面的就是搜索到的这个目标值得炸，实际上这架无人机呢就一头扎下去了，就是爆炸了啊，就是以自杀式的这种方式呢来毁灭地下的目标。那么我们说这个凤凰幽灵。还有就是这个弹簧刀都属于这一类的，只不过弹簧刀呢比较小，单兵武器，凤凰幽灵稍微大一点，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公里，而这个弹簧刀只有10几公里。那还有一些大的就比如说，就是 TB2这是土耳其制造的插打一体的无人机，那滞空起码24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几百公里也没有问题。那么起码有4个挂弹点就是这个机翼下面或者机腹这个位置，起码有4个挂弹点，那起码可以挂载就是150公斤的这个有效的载荷。它这次也没有使用是这样的无人机，而是一个自制的。我分析呢，可能是就是乌克兰自己过去研发的，叫人民 PD1这种无人机呢，大约就是自重是45公斤。然后起飞之后呢，几十公里的距离，那么有效的载荷呢，也就是6公斤。为什么这么小呢？它主要是侦察监视用的。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无人机的基础上，
它不是挂在这种照相或者是侦察的器材，而换成一个爆炸物。那么到了目标的上空之后，把这个爆炸物扔下去，就可以了。操作比较简单，而且呢属于低慢小的目标，这个俄罗斯不容易发现。所以呢，用这样的无人机，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对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司令部进行爆炸呢，是比较就是可选的这么一个方案。因为你想，如果乌克兰现在想袭击圣彼得堡，或者是去打这个咱们讲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啊，这个都不太可能，因为人家的防范很严密，不可能让你的这个无人机到达这样一个重要目标的上空啊。所以呢，即使是它的北方舰队的主要的军港，你也进不去啊，这个也是防范很严密的。而只有就是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塞瓦斯托波尔港这个地方呢，还是个旅游区，所以呢，大家可能对它的这个警戒的就是程度不高，而且呢，他也认为啊，这个地方反正虽然作为司令部啊，但是呢，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重要的设施，所以这个就成了袭击的主要目标。那么我们看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倾向或者同情乌克兰的组织或者个人啊，也可以做这么一个装置，那就直接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啊某一个地点把无人机放飞，然后按照固定的航线进入之后呢，把这个爆炸物投下就行了。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次袭击所造成的结果并不严重啊，就是炸伤了几个人。这个炸伤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炸弹呢，就是航弹就垂直投下来的，不像导弹精确打击到某一个房间里面，针对某些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个目标，它不是的，它就是投下来了，然后爆炸之后，在院子里爆炸之后呢，造成了就是玻璃震碎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破片呢，可能就把这个人员给炸伤了啊。所以我们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不管怎么讲就这次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是俄罗斯的海军节，它的地点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它造成的结果是有6个人员的就是受伤吧。那么而且因此呢，就是俄罗斯取消了它的这个在这一地区的这个海上的阅兵庆祝活动啊，所以还是给这个俄罗斯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么从这件事情呢，俄罗斯我想也应该再继续的接受教训，因为它的黑海舰队是乌克兰的眼中钉、肉中刺哈，它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已经沉没了，还有一些舰艇也沉没了。那么在这次就是黑海舰队司令部遭到了攻击之后，今后应该加强整个地区的这种安全防范，不然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建筑，可能还有其他人员的伤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